水。Hello， 大家晚安，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短现在已经11:30了，我就播这30分钟。今天是一个很特殊、很特别的日子。有没有人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好久没有跟大家在那开播直播了，讲这些东西啊。但今天特别有的感觉，也特别觉得，我不想看，我人在澳门，有些事情我根本连看都不想看，连说都不想说，但就是会有人发给我，知情的就发给我看了就觉得恶心极致不舒服。那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我来观察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发这些图片给我？后来，已经有人猜到了，玄东风，你看有什么好说的 ？No， 你错了。如果这一家人他们并不是明星啊，还有就是全部都阵亡的话，那当然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就放在教科书里面当历史的考题就行了。但今天不是啊，今天是还有人存在的。那更多的事情是，我过去觉得很多的事情是一个人去骗人以后呢，拉拢旁边一个共犯在做骗人，两个人骗人，变成是最后呢，大家都把你平息这件事情，变成这一群人去骗人的时候，哇，我相信没人看得下去了。你去看今天的那个大合照，里面啊，我看前面第一排跟第二排的出事的居多。都是出过大事的居多，你们懂我在说什么吗？出事的居多，出事的居多，出事的居多。你不知道我觉得我不想的时候，真的就是完全不会去想他，因为这个人在我的心目中也没算很重要。但是反过来是，今天这个日子，哪怕你不想他，你所有的手机滑上去，跳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显得非常的恶心。就好比，如果我一直让你看我一个呕吐物，一直看那些呕吐物，还不断的一直发送在你的手机里面去，你会不会想要吐？会啊，你明白吗？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在今天这个此时此刻的这个日子里面，还是得给大家说一些明白。我已经给他们一整天的时间了，我给他们总共一天应该说23小时又30分钟，我只是留下最后30分钟给自己讲真话而已，我还不够好吗？怎么他下葬1周年都是遇到下雨天？我必须要好好的就是唤醒大家的记忆，必须唤醒，每年都必须要唤醒一次。为什么呢？我讲白一件事情，我如果没有收到道歉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不可能会罢手的。为什么不会罢手？太可恶了，就这么简单。我会过去所有的艺人到现在，我从来也没有这样过，甚至我会去原谅对方，甚至我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还选择不要把所有的东西丢出来，还帮他包庇一些非常没有办法惨不忍睹的事情。但对于这家子，你怎么包庇？你包庇不了，你明白吗？
我很想做，但是真的做不了，为什么？你敢告我，那我就敢站在你面前；你敢提我，那当然我就在他面前跟你干起来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啊！对啊，哼，我讲白的，大家去想一下，老天这么多人能收，为什么要偏偏收一个年轻貌美，好对社会大众又有贡献，又给大家是怀念过去的偶像？为什么要收他这样的人？去想为什么要收这样子的人？你自己要是没有做些什么事情的情况下，老天有理由收你吗？我讲白的，到今天我都还有收到，有朋友来问我说，这个朋友不是一般的朋友啊，是搞媒体的，最高领导人都还跟我讲这个话，问我说，小葛，他真的是因为流感走的吗？我说妈呀，你过了1年才问我，会不会太慢啦？但是其实我很明白，过了1年，沉寂了1年，他还对这件事情抱持着疑问，那代表是这1年来这一家子没给大家真相，也没告诉大家真实的事情是什么。所以为什么人家会在过了1年，尤其在今天这个忌日的情况下，会来问我，跟我讲说，小葛他真的是流感走的吗？贝贝大哥来了，所以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有这样子的同感，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沉寂了这么久，好，你们记者会怎么样？因为我才跟大家讲啦，如果今天我一早发这个新闻，或者我一早开这个直播，你信不信今天下午整个就是一边是他们吊念的那个画面，一边就是我这边批判的画面。我把全部的东西都给你们，好处都给你们了。我刚刚有发文啊，我刚刚在我的微博也有发文，在我的台湾社群上面脸书也有发文，我就讲了嘛，我还有东西没有丢出去，我真的还有东西没有丢出去，不是不丢，我是看你们可以演多久，我丢下去你们就不演了，你们就开始演另外一出，为什么？因为压制这个舆论嘛。压制这个不堪回首的过去嘛，所以要这么多的媒体、发文媒体到现场，淋着大雨，大家看你们家在做戏，不是就是戏吗？我讲白一件事情，我爆料汪小菲，没错，汪小菲是我爆料的，没有你们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汪小菲有这么多的东西啊？没有你告诉我，我怎么有汪小菲的微信里面所有的资料啊？不好意思，那时候马小梅都还没出现呢，谁能告诉我的？张兰吗？怎么可能？他爱他儿子爱了了，都来。喂，等一下，为什么美瞳在我激动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跳出一个框框？啊？什么？我刚没听到。就是每逢我在激动的时刻呢，你都会跳出来。真的？你刚刚在激动什么？来，建国，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我知道啊。你真的知道？周年庆吗？为什么今天这个日子你不在我身旁？你前年在，今天不在？因为我要陪贵贵。你这样让我更不爽了。我不开心了。好，我们把东西拉回来。我这么说啊，我其实今天真的是顺其自然，我没有打算开播。后来我今天是从上午大概中午过后，有人开始问我一些事情，到今天晚上的时候，我接到一通电话，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很需要开这个直播。于是我在2月2号的晚上11点30分，我给自己30分钟，我给他们那一家子23个小时30分钟去悼念这件事情。你觉得我这样子可以了吧？我觉得很合理啊，很合理啊！你去想哦，如果今天他们下午就在记者会看到这些相信，就是在拍这些画面，结果可是又跳出来，你看新闻会变怎么样？我不插手你们要的流量，我也不插手你们家的那些怀念哦，我多爱他，我好想他，我不插手哦。但是请允许我留给我自己30分钟，为什么？为什么？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我花了因为我知60万道跟你要这30分钟，一点都不为过吧？不为过。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啊！为什么？因为我是真的知道真相、看到真相的人，甚至到今天还有人在问我，建国，今天我电话还有接到，还有人在问我说：“小狗，我问你，徐熙媛真的是流感走的吗？”我先问你一句话，已经过了1年了，还有人在问我这件事情，那我问你，你觉得那个人当下的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就因为不相信才会来问我？实话嘛，1年哦。他自己心里也没有底。其实互联网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事情。那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因为认识小葛这段时间，其实我知道小葛手上他的很多东西，都是基于一个真的是我告诉你，建国，你就跟大家讲吧，我给你看过，对，但我是不不只是跟你讲说，看过，我还请你听过。你看了你不能讲，我有跟你讲过，对，我也从来没有提过，因为我也从来没我不想去有说过。害到其他身边的人，或者说再挑起来，又另外一家子又要开始这个样子的对，争锋，我不需要，我们就没有嗯，必要。但是这对些东西在我身上，就是我知道太多了，对，后来我压力很大，后来我也觉得说，为什么社会变成这样子？我刚刚发了脸书，发了微博，嗯跟大家讲说，从一个人骗到2个人一起骗大家，到最后今天变成是一群人站出来骗大家，骗这个社会大众，掩盖所有过去不好的舆论，掩盖过去黄子佼所说的东西，掩盖所有互联网上面对你们家所说出的质疑。你们给嗯出我们这些真相了吗？并嗯没有，真相不嗯会因为你走了而变成怎么样。我曾经也问过王伟忠，伟忠哥，我这边敢跟你说，我上你的电台的时候，我们坐下来喝杯咖啡的时候，我是有问过你，你跟我讲说不要问我这个事情，我不会回答你任何的。其实我是觉得很明显的，你明白吗？我只是没有跟嗯大家讲这件事情，过程中我从来没跟大家这样讲。但今天您坐在主位第一排右边的第一个位置，我嗯，必须要告诉大家，我葛世奇查证，连你伟忠跟我都查证了。伟忠哥，你会不会觉得我赔了60万是非常冤的一件事情？我其实坦白说啊，徐亚军，你会不会觉得我赔这60万是非哎，常等一下，冤的事情？哥，你今天真的是受不了了是吧？你今天是真的是受不了了是吧？我跟你讲，没看到其实你我很多次，其实我都受不了。我凭良心讲，我都受不了。可是你是今天你真的受不了了。你没花60万，你花60万，你看看是不是会真的受不了？那你肯定那个，因为你有让我知道一些东西，就是但是我基于就是我们之间互信的原则，所以我没有去那个。可是对我也，你今天是真的忍不住了，是不是？我记得咱们在前几天在西安的时候还有聊过，后来突然你记得那一天我们在逛哪个好像在逛那个大唐不夜城的时候，我突然讲到，哎，对，今天不是2月几号啊？我那个时候还突然灵机一闪，讲说有人的忌日要到了，你记得吗？嗯我记得我嗯，突然讲了，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人家讲的啊，人家就是说人家认出我嘛，就讲说你是不是那个对报大 S 那什对，么东西，突然就只提，就是我的人生好不容易在西安旅游，好不容易在看兵马俑，我全部都在想着历史题目，我在想着说我以前念书名好好念，我在讲着唐代、汉代什么代，我他妈有时还搞不清楚，我还要你跟我提醒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其实在那氛围里面，突然路人认出我来，就跟我讲了，第一个字就是大 S 汪小菲。后来对，觉得哇，好久没有听到这样子的名字是了。是的，后来又发生在就是在前3天，嗯后来结果今天就看到这个东西，看的就火大，嗯，甚至更好笑的是，那一家子还有人要找黑道来摆平我，还有人要找黑帮来摆平我，特别的可笑，特别的可笑。我觉得你今天把它讲出来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我这样跟你讲吧，这2天我也在直播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啊，
然后其实我自己是很生气的哦。然后我一直很希望你可以把很多实在的东西讲出来，因为你手上是有真实的，就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可是我一直很支持你讲，对。然后你讲归讲之外，我觉得我们还要用更实际的方式，可能回到报道，然后去用一个比较。我其实蛮气的啦，我说实在话，就是当然你肯定比我更气，结果当然你肯定我跟你讲一件事情，讲的话又是一个半年的开战的，而且我知道，你知道那开战的绝对不是在我身上，又变成是那两家子在打仗了。但你觉得我有必要再去这样子吗？人家丽佳子现在已经有准备待产，后来人家也在另外一个平台，然后就在快手这边带货，后来人家最近也没在惹事情的。你觉得我还要这样挑起来吗？你要知道哦，对我来说爆料太容易了，大家都喜欢看八卦，我丢出去对我来说不难呐，你明白吗？我就只是把它丢出去啊，大家可是你爆料什么东西，我再就闭嘴了，让他们记者去问这两家的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今天如果是丢出去，我撒泡尿我就走了，连亲都不亲了。我讲这种事情我干不出来，所以我才跟你讲，我到现在还压着，我就没丢。不好意思哦，我知道，我跟你讲，我知道我们直播间一定有很多对于就是汪小菲他们家的一些粉丝群体啊。其实我想跟你们讲，就是汪小菲一直跟我们两个没有什么，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觉得你拿钱了，也觉得我拿钱了，所以我们在这边去说。可是你知道吗？其实好，你自己讲。汪小菲，你如果要给我钱的话，麻烦你现在给。你明白我意思？就真的没有给钱嘛？如果有给钱的话，我现在我有脸在这个地方讲这些话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真的没有收钱。如果要收钱的话，那爆料汪小菲那个人是不是也要给我钱？我来爆料汪小菲，就没有收嘛？你明白我意思吗？我就是两边我都没有收，我都讲的是实话。结果有一边自己承认错了，道歉了，另外一边完全不承认错，料给我之后，后来最后还告我，还给我拿60万。你有这个脸拿60万，那没关系。那你有这个脸，我给你，你要我给你没问题。我也知道你那时候状况不好，我给你拿去看病没问题。但是我就跟老天发誓了，此生他绝对不得好死。有一个算命的先生，算命的天神啊，我跟他讲他是谁好了，他叫做先知先觉，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在台湾宝岛上面，先知先觉，你们去查这个人就知道了。他告诉我说，小葛，这个官司里面，因为当时我有考他两个官司，一个瘦子，一个大小 S。他说这两个官司里面，你会一胜一败。我说我会败，我官司从来没有败过，我会败。他说对，但是那个败呢，也不是真的败。你只要能妥协，你只要去私下跟他们聊，妥协，坏，他们提出的要求你做了，你就不会有一个败诉的人。很有可能和解。我跟他讲说，这件事情我做不到，我不干，我就让他顺其自然走。真的，官司来了，一胜一败，跟我所讲的一胜一败，当时真的是蛮跳痛的。我一开始会觉得瘦子我可能败了，大小姐我会胜，为什么？因为我有这边把握的录音档给法官，我只是没有把录音档的人名还有那些就是他那个人的背景给法官而已。为什么？他是消息来源呐，我就不能这么干，你明白吗？那怎么法官在台湾的司法怎么好笑啊？你在遵守。好，来各位，小葛，你等一下啊，各位，因为很多直播间的大家，因为小葛平常没有什么在直播，然后他就是在于直播间，有时候他在回答问题上，他讲话就是小葛常常跟我讲说，有时候我聊，我就会把很多东西聊飞了，就一直聊下去。我先帮他整理一下，小葛今天讲的一个东西，就是针对于到底有没有做一些事情这个事情上，因为当时小葛他是被应该就是被姐妹去告了嘛，然后最后小葛赔了嘛。可是小葛为什么会赔这个钱，并不是他不是事实，而现在互联网上有很多的声音都说是因为
啊，因为小葛讲的不是事实，所以小葛才输。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他在于他这个程序上面提供证据，提供证据这件事情上，它是有一个 bug 的。等一下，我让小葛去讲。那小葛手上有没有握有证据？我想很负责任的跟大家讲，小葛这个证据是非常明确的。所谓的明确是什么？明确到人、地点、声音都是非常非常的明确。我告诉你，所以你们一直在说他是因为虚的，他讲的东西是结果你那边的网络有点卡，还有影像。对，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调整一下，稍等我一下。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当时付给法官的东西里面，因为我在采访那个人的时候，其实我是有拍他影像的，但他不知道。后来我有录音，所以影像跟录音同时都有。当我交给法院的时候，只有录音，我没有给予影像，没有，完全没有，是因为就是我想保护消息来源，因为这个脸只要一出去，他们肯定就知道是谁。我就跟大家讲，他们用一个最肮脏的手段，就是他们只敢告我民事，不敢告我刑事。我告诉你们，大小 S 的官司如果在刑事上面人家，我跟你说，我第一庭不要说到法院，根本连法院都碰不到，我一定收到不起诉书。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完成了所谓的查证责任。因为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哦，刑事是这样子哦，刑事是检察官会看你提出的东西有没有变造，如果没有变造情况，他会觉得你可信，而且你已经提出了你已经查证的过程。但如果他觉得说对方的律师指责你说你这个没有提出任何的事证，没有提出一个人，而且这件事已经很久了，那这个人没有出来讲的话，那我怎么相信你？不好意思，刑事来讲的话，检察官是有权利，我必须要配合把这个人交出来，让检察官秘密传唤证人到庭说明。所以这些给我消息来源的，他们会被传，但是传的时候对方不知道，我不知道，只有检察官知道。他只要讲了一句话，这件事情确实是我跟葛氏讲的，这个录音档确实是我的声音，我葛氏绝对没事。大家看一下我的刑事判决，绝对叫做不起诉。但是民事就不一样啦，我再跟大家讲一下，民事是一个很公开的场合，你们都可以过来旁听的，所有人都可以旁听的。然后我再跟所有互联网的各位的朋友们讲一件事情啊，小葛讲这些东西，讲这些内容，不是因为他要什么流量不流量的东西，所以你们真的别傻，那些黑子们真的别傻。你要记得，我对面这位在直播的这位仁兄啊，他是记者，记者是有权追求真实真相的人，他也不会随便去说的人，因为他要负起所有的法律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在跟所有的朋友们讲一句话，就是说，你以为葛思琪跟汪小菲很好啊？你以为他们关系很好啊？我想跟你们讲，其实他们也就是那种，你看他自己笑了。他讲这些东西唯一的一个重点就是，我想让你们知道一些真相，而这些真相，它基于很多人道，还有道德，还有人情世故，所以他不讲。但并不是他手上没有，并不是他不知道，并不是他胡说八道。所以各位，你们继续好好仔细听小葛讲这些东西的逻辑。如果今天我所念的是法律，并不是新闻，你们所想跟我讲说要任何东西要讲证据，东西要丢出来的话，我一概同意。为什么？因为我并不是个爆料人，我是一个法律人，我是个法律，我本来就丢东西给大家看，来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法律明文是怎样怎样怎样，这个东西有这个图像这样结束。我是个记者，你明白吗？我不是在办法律的人，你明白吗？很多法律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都落到新闻上面来，为什么？你要明白一件事情，过去在那个时代，没有 iPhone， 没有华为，没有这么多的拍照手机，那时候还是底片的时代，谁会有那样子的图像保留下来？但这些东西在记忆里面，所有人都知道的，所有人都知道的。如果不知道的话，如果没发生的话，黄子佼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呢？
张兰兰姐为什么当时有看到说怎么一罐子直接要吞下去的呢？为什么呢？为什么杨阿姨我跟她碰面的时候问的时候，人家指出了这样东西来，杨阿姨抱歉哦，我把你抖出来了，但是你也是事实知道这件事情啊，杨阿姨。难道你们都觉得？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汪小菲败在一件事情，就是过去的酒量太差，爱喝酒，结果喝酒乱事搞了事，讲的话哪怕是真话，大家都不相信，就是因为你喝酒乱事。他最大的缺点在这个地方，但是不代表这个人所讲的话都并不是实话，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反而有一家子喝了酒不敢讲喝酒，喝了酒报了警，结果所有媒体围到派出所，陪到分局去，说有人被家暴了，还最后告记者，不觉得很可笑吗？所有的媒体，我敢跟大家发誓，所有媒体都知道这件事情，所有的媒体都知道，跑过社会线的都知道，跑过娱乐的也都知道，要不然不会当天这么多的媒体在分局门口站着，还架哈脚架。如果只有一家知道，如果那只是传闻，不会有这么多家到场，就这么简单，这不是很显然的吗？就好比今天是他的忌日，不是各家媒体全部都在脚架在那地方拿椅子，下雨天这样拍摄的，这么忍啊，这么忍的记者就配合你们家演出，就为了洗清你们家的一个形象，让大家忘记过历史，忘记发生过什么事情，忘记你是怎么死亡的，只看到说巨俊好爱大 S， 我好想你，我告诉你大 S， 我也很想你啊，我想你想到现在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吗？你有本事今天晚上来找我，我告诉你，我没对不起你，是你对不起我大 S。徐新元是你对不起我，我没有对不起你，你来找我我都不会怕。我讲白一件事情，很多人说啊，人家做鬼的都不放过你，有些人会心虚会怕，我没做错事情，我要怕什么？我要怕什么？我根本不用怕他们。你要不要说一下，就是当时那些讯息来源，你自己的一个想法？这件事情，我就跟大家讲白的啊，人都走了，你说一下这事吧。人都走了嘛，我也是一个保护消息来源的人嘛，所以我也从来不问他说你是不是那个人嘛，我不会问这个东西。但是每次丢什么东西，他就跟我讲说，你放心，你就直接讲，这个东西绝对经得起法律的考验，这个人不敢告你怎么样怎么样，他几月几号要回来家里，要做什么事情。我告诉你，如果今天是汪小菲身边的好友，都不会有这条线索。我不是傻子，我只是装作我不认识你而已。你给我讯息，我只装作我不认识你而已。大 S， 你别以为你把一个汉体变成是一个简体一个情况下，发 email 给我就不知道是你了。我不是傻子，我只是装傻而已。事情过那么久了，你也走了1年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不让大家知道的。你们记得吗？我也觉得有一句话，所有的笔记上面，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用手写，都打字，但是打字的口吻是可以比对出来的。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回大 S 在一个自白书里面给大家看，不是透过律师把他自己发给大家看，说汪小菲在他怀胎的时候拿了什么哈利波特精装版扔他，大家记不记得吗？这件事情在我在爆料汪小菲的时候早就已经说过了，我只少了一个东西叫做哈利波特，其他怀胎几个月什么东西我全都有，在场的人有谁我全都有。你觉得在场的6个人是谁告诉我的？你知道小 S 会找我吗？不可能，小 S 没那个胆，所有人都知道小 S 没那个胆。你等一下，我帮大家还原一下，就是大家你先仔细听，小葛在讲这个事件，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拎出来，然后我帮大家整理一下，他现在帮大家还原现场有谁，你们大家仔细去听，然后为什么他这么笃定笃断，就是说这个消息放出来的来源到底是谁？因为小葛会去推论，会去判断，会去判别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是否，因为他不能说听风是风，听雨是雨，
胡乱说，好像有一点风声他就讲，不是的，他必须要判断消息的来源。好，现在让小葛帮大家还原一下现场有谁，来，小葛请说。来，我干脆直接帮大家还原当场那个事件好了。事件很简单，他们在家里就为了产检的事情而闹了口角。那当时产检的事情呢，汪小菲可能就是因为性子急，后来说话，他说话确实就是很北京腔，很直接，这样一怼住呢，小 S 就出来说话了，说姐姐怀胎，你不能跟姐姐这样说话。结果呢，汪小菲就先把小 S 给推了。小 S 这件事情，你自己有跟你的那个叫什么小姐不息地的来宾讲过，私底下在化妆间讲过，这件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你有跟他们讲过，这个人有找上我跟我讲这个事情。小 S， 如果你觉得不知道是谁的话，秘密来，我再跟你讲是谁。小 S， 你的小姐不息地里面的固定嘉宾，私底下告诉我这件事情，你曾经跟他们讲过这件事情，在我爆料完，他们跟我讲过了这件事情，而且这件事情是他完全在还没有我爆料之前，他们就知情了。大家了解这个时间序吗？所以这个求证是这么简单的。好，小孩子当时就讲了这句话结果呢，汪小菲就把他推了，推倒以后呢，大 S 真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对我妹妹这样？你要跟我妹妹道歉。结果大 S 那时候怀胎了9个月，汪小菲也把他推了。那推了以后呢，家庭嘛，2个姐妹都倒在地上，一定有大小声，气氛音量都非常高。这时候唯一的男孩子是谁？黑人陈建州。陈建州到现在，事情发生到现在，没有为这件事情出来做任何的辩驳过，没有，完全没有，因为它是事实。但事实，我葛思琪为什么会在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能回答你们这件事情，就能知道这件事情我本来没有要讲的，是那天我在快手直播完，已经把汪小菲事情爆料结束了以后，我让大家发问，结果有人问我说，黑人中汪小菲是真的吗？是真的。谁是一开始先说的？张兰先说的。后面汪小菲为了不要让他们彼此的友谊变黑，所以要求他妈妈重新说一次。他妈妈讲说，阿姨记错了。我的妈呀！张兰当时讲这个话的时候，他是直接模仿，打死人啦，打死人啦，少爷被打啦，被那个黑人摁得住打呀。你们去调一下张兰当时所讲的那个情境，他演出来那个样子。阿姨要是没有打给张兰，当然知道这件事情嘛。我告诉你，汪小菲都不敢跟他妈讲这件事情。于是汪小菲看他妈开了直播，马上跟他妈讲说，你这样讲的，我跟他们关系真的，你不要越来越怎么样。于是他妈妈还讲了他们因为这怎么样，是这边的不一样，扯到那边去。但其实事实不是，就是产检。你看我爆料完以后，汪小菲也没有去否认这件事情。你们有没有发现？如果爆料不实，我早就被告了。你们明白吗？两方都很爱告人啊。最好对啊，这是事实啊，两方都爱告人啊。那最后事实怎么样？我讲完没多久，不到半年，徐熙媛自己发了个自白书。当时我还怀胎，你就拿着哈利波特精装版来丢我，丢过来，记得吗？以上所讲的事情跟我所讲的事情高达了多少？90%。我唯一漏掉的就是什么？哈利波特精装版，因为当时真的跟我消息来源是没有跟我讲到哈利波特这个东西，没有讲到哈利波特的东西，所以他为了要加深这个梗，因为他也知道葛思琪爆料过了，那我必须要再把一个更强而有力的东西跟大家讲，大家就会去找，记者就会去找哈利波特精装版到底多重，长什么样子，哇，结果那么大，这么重，你们明白吗？所以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家很会做新闻的。下面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的。自白书讲完之后，
祝福什么？马六记，祝福马六记怎么样？生意兴隆。这句话就是我很明白，我的消息来源肯定跟徐新远有关系，要么就是他自己，要么就是他透过旁边的人转发信给我，因为在我的讯息里面也有继续爆料汪小菲，爆完以后，下面一句话，恭喜葛老师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了。我告诉你，一般的爆料者不会讲这个，我收到那么多爆料信，不会有讲这个东西的。谁会去讲说啊，恭喜葛老师，你变成家喻户晓的名人了？通常会说啊，谢谢葛老师帮我们伸张正义，这个才是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爆料者给我的一个回馈。但今天感觉是一个爆料者的等级比我还要高，以上往下看，恭喜葛老师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名人了。这句话就告诉我说，徐新元就是你，只是我无从跟你对证了，你不在了。大家你们听得懂什么意思吗？就是说，其实小葛当时手上有很多东西，其实有某些群体或者于个人，他是直接给到小葛的。然后我再跟你们讲，就是而且你们知道那个时候给我的时候有多及时吗？及时到汪小菲什么时候要飞回来台湾？汪小菲飞来台湾以后住哪里？还有当时你们知道徐新元告了汪小菲什么吗？回家搬话，对不对？我告诉你，在搬话的新闻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个新闻呢？因为法院那边传出了汪小菲被告了就是回家搬话这件事情。在那个前面的3-4个月里面，我早就有这条新闻了，只是给我的消息来源错误了。他们以为汪小菲把话搬了以后没有地方住，所以那话搬去了哪里？他告诉我说，话搬去了 S Hotel 的地下停车场摆放着。你知道那是有价值的，谁会摆停车场啊？但是你知道吗？徐新元，你走了，你肯定听不到。徐熙娣，我告诉你，这些话在哪里？这些话在汪小菲的家里。为什么？因为汪小菲有一次，不是你们看那个衣服，那个怎么梅干菜衣服吗？他那天不是到了派出所里面，讲了说他要实名举报，他妹妹跟徐熙媛吸毒这件事情，不是吗？他去完，下一秒就打给我了。他在路上讲电话，就是在跟我讲电话。他邀请我去他家，我去他家的时候，门一打开，我就看到那一篇话了，懂了吗？我就亲眼目睹那些话了，我就明白知道了。明白了，这个事情我很明白是谁丢料给我的。有没有想直接一点？汪小菲冲到家里叫人去搬东西，谁会知道？剧经院就算要知道，他还要找一个翻译丢给我，而且那个翻译还要信得过，有多难呢？小 S 吗？他没这个胆。所以是谁？不是徐熙媛，那是谁？你们自己继续想嘛，不是他，那是谁？我对面这个也是一颗棋啊，对啊，它也是一颗棋，所以你们不用就说啊，他为什么要报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那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你们这些东西你们的偶像跟女神，这些东西不可能胡说八道。为什么？因为我 email 收下来的时候，一定有日期、时间、字样全都在，全部都可以比对出来的。你明白我意思吗？这东西骗不了人的，这些东西目前还在存放在我的电脑里面，这辈子都洗不掉的。你知道有人建议我出一本书，就是写他们家庭这个事情，甚至把这些证据全部亮出来，把时间轴全部亮出来，大家一看就尽，就很明白到底谁在欺骗这个社会，谁在说谎。
你们一直在讲说张兰用这样带货干嘛干嘛，我告诉你，他大 S 还没出事的时候，张兰就已经在带货了。只是人家在带货的时候，就像我开直播，人家问我这个事情，我不回答吗？回答那个自然流量，谁不要啊？你明白我意思吗？我现在14000人啊，我现在14000人啊，你们如果不在乎，你们不想听，你们会来这边看我直播吗？还是只是想来骂我啊？就算你骂我，你也想听真话嘛？因为你想听到说哪些真话是刺激到你，你才会骂我嘛。要不然如果我想顺从你的话，你还会骂我吗？你不会骂我啊。我讲的都是实话，句句都是实话。我再跟大家讲一个消息，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徐熙媛所有起诉汪小菲及张兰的官司全部被驳回了。我告诉你，老早3个月前就已经驳回了，好吗？我一直没有机会跟大家讲，我也不想讲。大 S， 今天是你的忌日，我不知道阎罗王有没有把你放回来这块土地上面，让你看一下，你走了以后，你的官司未了结的。我今天告诉你，大 S， 你的官司全部被我们中国的法院全部被驳回了，明白吗？有问题你们去问张兰的律师，看我讲的对不对？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去查的，我查到的，全部被驳回了。那我问你，如果他们真的要带这批流量，要带货的话，张兰为什么置之不提？张兰为什么不讲？汪小菲为什么不讲？他们现在流量那么不好，为什么不讲？你明白吗？不是你们想象这么恶毒，一天到晚抓准方向，就说今天这个人啊，因为他们是一个明星家庭，所以你拿他们来做流量，来带货，更可恶，干嘛干嘛干嘛了？不是这样子的。真正丢掉出来的人是谁？我告诉你，只有徐熙媛走的时候，汪小菲把他的对话记录丢给我看。过去全部都是那一家子 S 家把料丢给我的。真正要让这个媒体不添加带评的，让大众知道的是那一家子，并不是汪家，这是我的实话。汪小菲只有在大 S 走了以后，被媒体炮轰到，他不知道怎么解释了。他整个把他跟 S 妈的对话记录丢给我，我告诉你，对话记录还没有完呢，我还没有给大家看到最后的结局。给结局看到的话，你们会跌破眼镜，你们不会再相信那一家子。但是牵扯的人更多了，里面有点名指名道姓，牵扯的更多了。会牵扯到什么？为什么是那个人来包机？为什么？小 S， 你不是一直引以为傲吗？你们家包机引以为傲，那为什么人家要包机呢？是做了对亏欠大 S 的什么事情？结果你们家决定包机呢？你妈也不是没有钱啊。你今天真的很刚，你今天真的很刚。兄弟啊，1年了。我给他们钱2年了，你明白吗？你敢收我钱，命就没了吗？你看，那还有一个活着啊，还在今天这边戴着眼镜，要哭又笑，又哭又笑的，他们当小丑，谁受得了？看着受不了。你道歉了吗？你先告诉我，黄子佼讲的是不是事实吗？黄子佼讲说你大小 S 吸毒有没有事实吗？黄子佼讲说你们在韩国的时候，在韩国旅游的时候，光头把他抱进厕所，逼他吞那些东西。你告诉我，你这个光头，你爱大 S， 爱个屁呀！你害了他，你知道吗？你这叫真的爱他吗？爱他，你给他吞这个东西啊！这些全都是黄子佼亲自说的。黄子佼当时在场人啊，欢迎你们传黄子佼出来作证啊！你觉得一个黄子佼被爆料 MeToo 事件，他有必要扯到你们大小 S 吗？他有必要扯到你们大小 S 吸毒吗？我就问你们就好了嘛，会不会扯太远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好比这件事，就好比我现在如果要怼刘建国，我要怼你，我会说你是一个过气的艺人，
一个在台湾红不起来的艺人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会扯这件事情？是因为你们平常怎么对人家的嘛？那人家反过来讲一件事情，人家都想要走了，当时黄子佼想自我了结了，那句话叫什么？鱼死网破。不是，那句叫什么？人要走了，演什么？出什么？出演什么？其言也善。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日子之人，其言也善。对，谢谢各位，你们都明白嘛？一个人被泡 Me Too， 被泡性骚扰，每一次扯到大小 S， 所以我讲了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我老早就已经知道了。你们不告黄子佼，你告一个葛思琪，你们这样会太可笑了。换你妈还说我是乳蛇，你才乳妈啦，乳蛇，你乳蛋吧，你乳蛇。结果你妈被我这些东西丢出来以后，闭了嘴巴，小孩子还出来跟你妈讲说，别再讲啦，别再讲啦，你才闭嘴不是吗 ？S 妈，你看你闭嘴，我不是跟着你闭嘴了吗？我告诉你，你们家红不红不关我的事情，但你们家只要骗大众就关我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是记者，我就是在专门监督你们家的那群人，就这么简单。你还好啊 ，S 妈，你在台湾，你如果在北京你完了，我跟你说，你如果在大陆你完了，我跟你说，这边的狗仔啊，比我们更狠，他们是不屑妥协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就爱开塌房，他们的立场跟我们不一样，因为他们没有记者证，我有记者证，我过去是有记者证的。台湾是不需要记者证的，台湾有一个名字叫做公民记者，大陆没有这种东西，所以他们爱看什么？爱看鱼死网破，他们就爱看你塌房，他们为什么就有流量，懂吗？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告诉你 ，S 妈，你真的还好，你是生在台湾。要我跟你讲，今天你在这边，你找嗝屁了，跟你讲，你找嗝屁了。说乳蛇，我都不想理你。他们也不敢过来啊，他们一直也没有想过来啊。对啊，你们知道小还有人冒充，喝醉酒冒充是徐亚军，跟我讲说啊，可是你在爆料，我们叫你给我试试看，干嘛的。他自称徐亚军，但是我不想去求这个证，为什么？因为没意思，你懂吗？没意思。但过没多久，就有我认识的黑帮大哥来打电话给我，跟我讲有一个女的在问这个事情，想弄我。那个女的现在是个董事长，就这么简单。我这边都有留言的啊，这边都有对话记录的啊。你没干这个事情吗？你没干吗？我讲白一件事情，明的不敢来以后要找黑的，是不是？是不是？我讲白一件事情啊。而且讲白了啦，这一家子就明明就是一个 TD 分子，还那么装，就是个 TD 分子。我敢跟大家讲，今天在那个照片里面在场的有1半以上的 TD 分子，这是我觉得最可恨的地方。瞧不起这些人，就是要赚大陆钱，就是要做大陆形象，做大一国的人设。结果自己在 TD 的时候都不敢讲。你们看那个最支持他们家的那个姐妹，最支持他们家的那个人，不是 TD 吗？不是吗？还很骄傲的一个人在爬墙，爬，全部的东西插上去，那不是你的梗啊，那个不是你的梗，那是请来的行销告诉你们说，可以这么做。拍摄的时候，他全部把所有的赞美美言都放在你的身上。你有这么的聪明的话，你就不会知道。讲一下吧，你怎么来？小狗问你，你怎么关联这两姐妹是跟这个TD 董事长有关系的？来，你来说说要你付米的时候的这个事情。你说，我讲白一件事情啊 ，TD 这个事情呢，为什么小 S 到现在没什么事情？反而大 S 说走就走。
我跟大家讲了嘛，我在付款60万的时候，其实是60多万，因为官司的费用我也要承担，我只承担15%。你要明白哦，官司里面如果今天是我不对，我全错的话是400万，但是法官只允许60万，更何况是我葛世奇没上诉。为什么？我不想跟你们这边闹剧一辈子，因为我很明白一件事情是，我不会丢出消息来源，就是不会丢出消息来源。那我当时在赔这个钱的时候，我的消息来源还给我打电话来，他很怕我把他抖出来，他也不是怕，他说咱们做兄弟的啊，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那以后就不用去讲这个东西了。好，那我说放心，好，某某的你放心，我丢定了，我连上诉都不上诉，我表现给你看。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上诉只会什么？越赔越少，顶多维持原判，对不对？有越赔越少的机会啊，但是我怎么不干？为什么不干？我就是求让人家一个心安，所以到现在我还能接到这些人的料，这些人还是区区打电话给我，就这么简单。那为什么大的走了？结果我跟你讲过吧，有请你跟大家，有请你跟大家讲，你都知道，别说我讲的，你跟大家讲。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其实有一个我当时其实也是跟大家有讲过一个东西啦，就是当时他在要付米的时候，我跟大家提一下这个事情。不用讲，这不是快手，不用讲付米，就付钱的时候，这不是快手，你就直接 OK 好，我就直接讲啊，好，就付钱的时候，小狗要付钱的时候，那基本上2姐妹是要各给一个账户的，哦，他们2个是分开给账户的，而且我再标明一下哦。当时法院判赔了以后，姐姐呢？这个，建国，你等我一下，你那边好卡哦。当我收到法院说要判赔的时候，新闻已经出来了，但是我还没收到判决书。判决书我收到当下早上9点多、9点半，我就各打电话给这2家律师事务所，要求他们给我汇款账号，我马上立刻给钱。明白吗？就像我的房东也都知道，我从来不欠缴房租的，房租说好是5号，每个月5号要付出去。不好意思，我是每个月1号一定给到位，我从来不欠这个事情。信用卡也是一样，我人就是这样子，结账当日我不会等到15天，最后15天才付钱，我当天就付，我个性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时2个律师我都已经联络，我整整等了3个月没有等到消息。来，你先说当时的状况。当时是给了2个账号，那当然姐姐给的账号，那没有问题，没有毛病，就是她自己的账号，好，很明确了啊。姐姐比较坦然，就直接就是给了这个账号，哎，葛先生你就打到这个账户就对了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是提诉人嘛，我们在法上面的判定嘛，你提诉人你必须要符合你的账户的要求。好，那这个名字是一样的，给到了他。那小葛就直接把米放进去了，这个是正常嘛？对。可是呢，当小葛联系到妹妹的律师事务所的时候，他提出来的这个账号，谁的账号？各位，让你们非常讶异的账号，这个账号真的是非常神奇。小葛你自己说，你讲吧，你都知情了。他是贾静雯公司的贾永杰讲错，贾永杰公司的账号，对不起，更正一下，贾永杰公司的账号。我给大家标准的名词，我也不知道说有人开一个这样子的财团法人做善事要讲这样的名称，我也觉得蛮奇怪的。来，这家小 S 要转的账号叫做财团法人台湾永杰美少女慈善协会。我是赔你小 S 钱，不是拿去做善事啊！你要做善事，你拿了我钱再去做善事，那也 OK 啊。你偏偏要我把这个钱直接丢在那边，我不准！我就跟对方律师讲了。你要是小孩子不给我账号，我绝对不给，就这么简单。法院要我赔的是给你，不是要我去做善事。要做善事，我不会选择贾永杰这个，我会选择狗狗、猫猫，
这些动物协会，60万给他们，我会谢谢你们大小 S 给我这辈子有这个勇气做这样那么大的善事。我捐的，我每次一捐也就2000块，或是1万。我那个时候能力 OK 的时候，我真的从以前到尾我就有捐过给动物啊、猫狗这些协会，我最多捐过1万。那我每次看到2000，我在能力范围的时候就是2000，就是我那个时候，例如在大陆工作，我有这样能力范围捐钱的时候，我就是2000。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捐60万。如果当时大小 S 你们所做出的决定叫我捐给了这个协会的话，捐给这个动物协会的话，60万，我告诉你，我会谢谢你们2姐妹这辈子让我有个机会做那么大的善事。我甚至我会拿来奖状给大家看。哎，小葛，你当时打了没啊？你这个钱打进去了？我马上打呀，完全1分不迟。我跟你讲，账号一下来1分不迟，当天打。也就是因为当天打，我跟谁通上电话了？我跟廖伟奇通上电话了。而从廖伟奇那边在求证了更多的事情，我更能100%的肯定，我的消息来源绝对就是你，大 S。我就跟他，我今天2月2号过了1年，我告诉大家事情的真相就是这个样子。我只是一直都不想说，而且汪小菲一直在问我，是不是张颖给你的？是不是谁给你？我告诉你，张颖勇找人给我，但是我告诉你，给我最多的人是谁？是大 S。只是我没有办法当下告诉你汪小菲，你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他无法接受的。你要明白一件事情，会有汪小菲微信所有的记录，这些对话记录，跟这些有暧昧女孩的头像，跟这些账号，要不是他老婆绝对拿不到这个东西的。这件事情连张兰都难以取得。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我的消息来源的目标我已经锁定是他了，只是一开始没有证据，后面就是因为对话里面，我觉得越来越像有点以上面叫下面做事情的感觉，你明白我意思吗？就一般人跟我爆料的感觉，跟明星跟我爆料是完全讲话的那种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已经很明白了，这个过程就是这个样子。他当时跟汪小菲真正把东西放出来的，其实我想跟各位，我相信那个小葛的直播间有很多 S 的粉丝哦，就是真正希望小葛出来说话的，小葛今天会出来说话，你们没有想过是你们家女神让他出来说话的，你们家的偶像让他出来说话的。你们天天怼着他骂，我只想跟你们讲，当时让他出来说话的就是你们家的女神，包含他讲的所有内容，都是，也许是你们家女神授意让他去做这件事情。我就讲白一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他告诉了别人，你觉得互联网会传得这么慢吗？会到我葛西的身上才爆出来吗？绝对不可能，传给我是最快的。为什么？你给我，我只要一查证，嘴巴就出来了。但是给了这些人还要想说，我要是弄海外哪个账号啊，我要申请一个假账号丢上去啊，丢上去，我靠，没流量还没人看啊，大家都说啊，那是假的，那 AI 的，那人家丢给谁最快？丢给我最快，丢给我最快，因为我只要一查证，我的工作，我的直觉判断，我只要认定这个东西是事实。我只要觉得这东西，我查证这个东西是事实，我马上跟大家讲，是最快的。所以他们就是找到我啊，就这么简单嘛。要不我问你们，当时《镜周刊》怎么这么多的消息？为什么他们2个离婚的时候，当时还给《镜周刊》说他们2个是和平解除婚姻，还在做这样的形象？但做了这样的形象以后呢，心里那块火还是维持不住，包不住。所以呢，把这个料丢给谁？丢给葛思琪，让葛思琪爆。爆完以后呢，他还是忍不住那个火，所以做了什么事情？做了这件事情。他承认了，你记得吧？做了这件事情，他承认了，你记得吧？我当时很生气，所以我气不过，我刷他的卡，承认了吧？
所有的事情一目了然的铺陈在你们面前。我告诉你，3年前我跟你们讲这些，你们不会相信我。如今事情已经发展这个程度，大家对互联网上面都有记忆，所有东西都查得出来，实践都做得出来。我所讲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五一十的真相，绝对没有任何的捏造。小葛，你知道吗？弹幕上面打，因为小葛在讲很专心哦，我就帮大家问一下，小葛，你到底跟汪小菲是不是朋友？你为什么后面会变成朋友？我跟你讲，大家讲一下。我跟汪小菲绝对不是敌人。跟你讲朋友，我觉得言之过早。我跟小 S 也绝对不是敌人，我跟 S 妈也绝对不是敌人，你懂吗？立场不一样的地方，你不能讲说朋友那就绝对不是敌人，但是不是敌人不见得是朋友，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回答你，不见得是朋友，因为我们有半年多没有联络了。我第一次好，我帮你炸一件事情吧。其实当时不管是小飞或者是小梅找葛思琪，根本是有求于葛思琪的协助，因为当时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很多的媒体跟舆论，甚至于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做。然后呢，他们只会找小葛来去帮忙。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认识所谓的这个方面，他怎么样去应对跟公关，包含他们整间公司是没有任何公关系统来去面对这个事情，也没有处理能力的。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当事件发生的当时的当下，你知道多好笑吗？这个公司就拉了一个群，希望一些博主就是有拉在一起，可是就根本就没有人可以去讲这件事，大家也会觉得说，其实这么去处理是不正确的，应该是要由他们自己本人去讲。好。不知道怎么讲的情况下，是小葛后面碰到我之后，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另外一个故事。他碰到小葛，他们只能去找到小葛，晚上大半夜问小葛说怎么去办、怎么去做、怎么去用，甚至于他还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来，小葛你讲一下这一段，因为你自己碰到他们。那小葛有没有去说怎么？就是你说小葛有没有拿米？你们一直在问这件事情，小葛有没有拿米这件事情，有没有拿钱？我真的没有拿任何一毛钱，好，没有。好，你们说什么不管是哪一方的人找他有没有拿钱这件事情，哪一方的人都一样啊、有没有人给你钱？任何一方有没有人给你钱？好，小葛你自己来说。真的没有人给我钱，我是一直到我要赔小 S 那个时候，我收到了一个消息，应该说。判决书还没有收到，但媒体丢出来说葛思琪被判赔败诉要赔60万。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新台币，我没有，但是我人民币刚好有13万。我刚好人民币，我当时在卓伟那边上班的时候，我还有存下来，存了13万下来，那个一直都没有动过。后来当时我第一个打给的就是汪小菲，我跟小飞哥讲说，小飞哥，我知道你在台湾这边有做生意。我能不能拿我的人民币跟你换台币？因为我要赔给你的小姨子跟你的前妻。后来惠誉你怎么算就怎么算。后来汪小菲就讲了一句话，他讲说啊，换什么换啊？我帮你吧，我帮你吧，我帮你点啊。他说对不起，换怎么换呢？我帮你点吧。他讲了这句话，换什么换？我等一下可以把微信这个对话找出来。他真的就这样讲这句话。于是他丢了5万块人民币给我，他透过他的司机丢了5万块人民币给我。OK， 这就是唯一的，这是唯一的。但是那个钱是赔给的大小 S。但你们知道吗？其实这5万块是他很早以前就有说过，如果说吧，你都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真的，我跟你讲，今天小葛出来讲，不是消费过世的人，也不是消费谁，他真的是为了自己这1年多来，甚至这2、3年来，他扛下来的一些压力，还有一些扛下来的一些所谓的委屈。他今天晚上跟我联系，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讶异。他说他要开直播，然后因为你们不认识小葛，
就大多都是透过互联网，这么刚这么直。我跟大家讲一下，大家记得我刚刚跟大家讲过说，汪小菲在派出所闹事之后，他不是回了家，跟我通电话，去我他家。后来我到家以后，我看到那地方那几幅画，那时候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正在发生大 S 告了汪小菲很多的案子，其中一个案子就是去家里拿画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那些什么诽谤事件什么东西的一大堆。但汪小菲他完全手上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因为的证据就在我手上。所谓的证据是谁的证据？就是大小 S 做的那些事情的证据。后来汪小菲那天喝了很多了，所以那天是马小梅听完所有全部的东西，汪小菲所以我听到了，汪小菲就讲了一句话：小葛，你官司如果输的话，我帮你赔；你要请律师，我帮你请。你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我。我当时我真的需要那个钱，我没有钱，我真的需要这个钱。我真的再差一点点就把这些东西全部给他了。我让他听，但我没有给他们，这就是实话。马小梅都知道，因为当时是马小梅勘验所有的东西的，所以马小梅是所有都知情的。汪小菲那个时候不省人事了，而且汪小菲那个时候让我吞了6瓶8+1啊，不要乱传啊，讲清楚啊，8+1啊。他让我吞了6瓶。他说：“我要你跟我讲实话，你的东西是不是大 S 给你的？”你知道我到那个此时此刻，我还是保护着我消息来源。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张颖那边的成分绝对有。我只有跟他这样讲，我说我不知道。大 S 那边我完全直接跟你讲，回去说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当时也很害怕汪小菲在跟大 S 有关系的时候拿我出来做文章，说小葛说葛世奇说当时你的东西就是你直接提供给葛世奇的，那这个官司就变成很乱了，就乱他就很被动了，就变成是什么东西就变成我出来顶了，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事情之后我判赔了，汪小菲才有那样的举动，我就跟大家这样讲。但是我一开始都跟大家讲说，汪小菲非常仗义，很挺我，帮了我5万块。但事实上是因为过程有这样的东西，但是最后我没有卖给他们，我没有，对，我发誓我没有。但是马小梅、汪小菲他们全部都听过这样的东西，他们都知道。所以我在跟 S 分讲一句比较重的话，所有你们怀疑或者是大家想就是所谓的真相都在他的手上。他既然没有做任何的交易，也没有卖，也没有出给任何人，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不愿意去成为利益的驱使者。他没有啊，他没这么做。如果他真的这么做呢，你们承受得了吗 ？S 粉，你们不要说没有，你们2个在演戏，你们讲不好意思，就连我这个不搭嘎的人，我说实在话，后面因为我跟小葛变成朋友，很多东西我没有去对。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我的事情吧。我们对了之后，我觉得他很委屈。好，他就是我没有小葛有分享一些过程让我知道，我只能说。我只能说，我常常跟我的铁子们讲一句话，我说小葛，你凭什么要去承担这些东西？你为了什么？你知道小葛说什么吗？小葛说为了孩子、小朋友。对，你们天天在骂他，去怼他说他演戏怎么样，巴拉巴拉一大堆，天天弄他，弄我也好，也无所谓。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分的事情。
他知道了那么多，他手上有那么多东西，两边的家人都害怕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为什么会影响到两个家族接下来的很多事情？结果呢，他没有选择，他也没有去贩卖，多少人出钱啊，要买啊？你们知道吗？你们想不想知道？我都想买，我跟你讲，我都想买。你知道这些东西，因为我想帮他放出来，不然的话他要扛太多东西。理解来了，对，这些东西其实平台有问过我，但是我并没有这么做。平台有问过我，我并没有这么做，因为我知道很明白一件事情是，这东西只要放出来，我的消息来源就不保了，绝对就不保了。因为平台要的是流量，他不会管你要保护谁，不会的。而且这东西就是非常的，就是很狰狞，就是你听到这些，你会觉得，哇，真是假的？不好意思，小哥，我拦一下，我骂你们这些不懂的人，天天说有东西不放，你们能给到什么保证？你们能照顾好孩子的未来的安全吗？你们能照顾到孩子未来的发展吗？你们天天在那边说。有东西不放，那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东西放出来的？放了他的小孩对他小孩好吗？你们是真的爱大 S 吗？你们真的是大 S 粉吗？你们真的脑残吧？脑残粉吧？这东西放出来，小 S 怎么做人啊？大 S 的家里的小孩，那两个小孩怎么办呢？我想的是这个东西啊，我只针对大人，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不伤及无辜啊，我连小 S 她老公我都在保护啊。因为我早把东西丢出来了，我跟你讲，听好了，此时此刻，我跟大家讲一句话，我到现在我还在保护大 S 的两个小孩，我到现在我还在保护的小 S 她的老公。我如果丢出来的话，这些人全部都会在里面。你们别以为他妈我真的没东西，这是傻粉吗？你们这些人听八卦听疯了是吗？跟他们讲实话，只会讲啊没有图，没有东西没丢出来，这个东西轮不到你看。轮不到你看，影响的是什么？好，我现在讲一下我的事情。我跟小葛后面对了一件事情。某一天，之前你们就一直在说，那天张兰找我干嘛？有一天我还在大陆的时候，张兰找我非常非常的。我后面我不是跟杨阿姨不好意思啊，就是我没有讲什么啊，杨阿姨就是我们碰面聊了一下啊。没事，杨阿姨你就已经曝光身份了，杨阿姨真的。因为我讲白了，这些东西，这个东西，连杨阿姨都是知情的，只是杨阿姨在那边工作，你明白我意思吗？那人家并没有主动爆料，但是我们会去求证杨阿姨，杨阿姨不想骗人，她组织在，她不想骗人，所以她也讲得非常非常的。你明白吗？就是客观，他没有讲什么。他讲的客观，但是最后呢，有一个就是小飞啦，小飞跟我讲说，你可以调查那个什么东西，那个东西，杨阿姨就只称那个人家长得怎么样子，几月几号在哪里干嘛干嘛吧，你就是跟那个东西就对了，你就可以拍到那个东西了。我没干，我真没干，为什么？因为我不是警察，你懂吗？拿不成，他们拿了一包东西过去，我还去把它截住，那我变抢劫啦。我问你。那个东西不会大的跑出来，它一定是包起来。那包起来，我要冲过去把那个东西抢过来，这个东西给我，啪，拍完之后，后来拿去给医院见证，说这是什么东西。医院讲说啊，这个包装太厚了，看不出来啊，白白的、黄黄的，这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我能干这个事情吗？所以我就直接当时就跟他讲说，这东西难办，除非你直接报警，让警方埋伏，直接当场抓。那绝对又有你们想看的东西了。但是我告诉你，汪本来想这么干，他又心软了。什么叫不说还吊人家胃口做流量？你真，哎，没事啊，我觉得他们见不得人家好，没事。稍等，这也不是这也不是做不做我流量。你让我这样看一下贵贵，我轻松一下好不好？贵贵在睡觉。哦，那更没。我也在睡觉了。那我们小声一点，不要吵到。因为我刚刚网络不好，我把门打开一点，不然的话我网络不好。行，那我们小稍等一下啊，因为我
怕吵到龟龟睡觉。好好，来，我这样子讲吧，我站着跟大家讲吧，我就罚站跟大家讲，好不好？对，然后我就跟大家讲一下那个过程。那天晚上你们不是一直在问我说，那个张兰找我干嘛吗？你们不是一直在问我吗？那天很急，然后后面我问了杨阿姨，杨阿姨说其实那天出了一些蛮严重的事情，杨阿姨没有讲很严重，我说后面处理好了吗？然后她说就是没什么事了。哦，杨阿姨只有讲到这个地方而已啊。然后我当然我也不好，因为我跟杨阿姨就是我们关系也特别好，然后我也不会让杨阿姨去讲一些什么说，我说那没事，我说下次有什么事情的话，就早一点跟我说吧。对，需要我什么帮忙，能做得上什么，我就去做。后面呢，我跟小可碰面了，你们记不记得刚刚小可有讲一段话，有讲一段东西，就是说某个人想要找黑道大哥对当事人要做什么事情。你们以为汪小菲在台湾人缘很好吗？你们以为汪小菲在台湾认识很多人吗？我就直接跟大家讲一句话，杨阿姨都看在眼里，杨阿姨自己讲的，酒肉朋友，所有人都是为了要蹭他一口，吃他一口。你以为他在台湾，他真的他不可能在台湾会有好人缘的。我再跟大家讲个更明白的东西，因为他的立场问题，他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他超爱家，他不遗余力在推动两家就是宝岛回家这件事情。我只能说他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出钱又出力，凭良心讲。那为什么说那个我们的洪女士会跟他交流？那我想跟你们讲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这样的人，还有他的身份，他在宝岛就会被欺负。大家都是假装跟他好，大家都想为了想蹭他。对，所以我想跟你们讲的东西是什么？杨阿姨从头至尾她也没有说什么，我就要跟你们讲，她没有说什么。我们也很保护杨阿姨，她没有说什么。杨阿姨是这么跟我说的嘛？杨阿姨是她两边都汪小菲在问他事情的时候，我在旁边听到的。董航伟不是这样跟我讲的，他是回答汪小菲的问题，所以我听到了，是因为这样子，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亲耳听到的，我人在场。那天还是杨阿姨帮我们做宵夜的。那我就跟你们讲，为什么当时张兰会找我，真的没办法，因为真的找不到人。你知道弯弯，你们以为在看电影吗？各位，你以为弯弯没有什么 black 吗？你们以为没有吗？你们以为真的不会有人会找他会做什么事情吗？那小可那天跟我说，某一次他见了汪小菲，头上是不是有受伤？小菲跟他讲什么？他问小菲，他本人不讲，他本人不讲，但是我都知道为什么？因为台湾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都告诉我了，说他们把汪小菲怎么了，所以我才去看汪小菲，我才知道说真的。那汪小菲是不敢说，他也怕他妈火了，他说他自己楼梯跌倒的，这么大的人楼梯跌倒。跌这个地方，还跌，楼梯跌倒，这边，怎么跌到这个地方呢？那如果跌到这个地方，真的来讲，你应该是直接住院的。那是谁叫人去的呢？牵扯的东西很多，好不好？然后你们说刘建国你怎么知道？你凭什么知道？不好意思，就是咱们在宝岛生活了那么久，有些朋友这是共通的。好，你也不用讲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当然那个人跟我讲的时候，他有跟我提过刘建国，我就知道说刘建国也不是一个这么纯情的人。结果好啦，在我心目中，我一开始以为你很纯洁，但是这派人跟我讲那个东西的时候，当时提到你，我就觉得说，这个怎么扯到这个人去啊？他说这个人也知道，他有跟他讲过。我说啊，
好，你们怎么关系啊？我才知道哦，好，对，对啊，就只是说这些东西都没办法让大家知道，因为当事人他就是这样的性格。那你说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边？我们到底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今天表达的重点就是很多事情不是说我们不讲，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道德底线要保护的人，然后再来萧可真的压抑太久了，还有他没有把很多就是真的应该让大家知道的东西讲出来。对，然后你们不要再去帮他们做贴点。还有我再讲一个重点，我今天我就再讲一个，都是我看不下去。我原本想明天讲拍视频什么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没有意义。对，今天你说怎么样？我就想问一下，两个小朋友从头至尾到底有没有去过他们妈妈的那里看过？如果今天真的不是说什么，我就说今天的这个媒体，我只能说他们是媒体，就是他们是所谓的艺人、明星，他们需要这些媒体，需要这些流量。然后不管他做不做节目这些东西，那我们回归到本质跟家庭面上的东西，他们有没有真的去在乎这两个孩子？当然，母亲走了，我讲白一件旁边事，你们都会这样讲嘛？说什么那一家的蹭那一家的东西，但你事实看到最后，从人走了到现在，到底是谁蹭的？S 妈讲的这些东西出来蹭，小 S 参加一个金钟奖出来蹭，带了今天去纪念去坟墓堆，结果发了一堆媒体，甚至还发了什么媒体？发了时尚圈的媒体。时尚圈媒体人告诉我说，他们很少跑这样的场合，也得去拍。V 开头，时尚圈都去了，时尚圈杂志媒体去了啊！他们发通稿啊，他发新闻稿啊，废话，他们发新闻，没发新闻，没发通稿，怎么会有这么多记者在现场？你没看到所有记者还拿楼梯在拍的呢？好扯啊！所以真正在做这些东西的是谁？真正在做形象、流量包装，甚至在掩盖过去的东西是谁？哪一个？真爱，我好想大 S， 然后让大家忘记大 S 怎么走的，走的原因真相是什么？让大家有点关注点是光头好爱大 S， 让大家忘记黄子佼曾讲过，光头对于黄子佼做过什么事情，当时大 S 在场做过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可悲的地方。对，我这几天在澳门嘛，你知道吗？昨天去吃了酸辣粉，有一家什么新豪酸辣粉在澳门这边非常有名。我告诉你，不输给马六记，马六记你输了。我告诉你，我知道最好吃的酸辣粉在澳门，真的，11块澳币，11块澳币。它那个红薯粉非常的好吃 ，Q 弹，而且东西这汤头非常的鲜美，听好是鲜美。后来不会太辣，也不会过酸，重点是大排长龙。昨天跟我对坐的人呢，有一个女孩子，她是珠海人，老公是好像就是澳门还是还是广东，我忘了，反正就看着我一下，他就跟我聊起来了。老公是喜欢车子，他老婆是喜欢八卦的。他就说：“我怎么看起来好眼熟？”但他叫不出我名字，也不知道我是做什么，就不知道。结果我跟他说我是做媒体的，你做媒体的怎么样？没。后来就说：“你做哪些媒体？”我说：“拍一些娱乐圈的啊，你是娱记呀啊！”他还是没想到我是谁啊。后来讲，他突然就扯到一句话，我从小好喜欢看康熙哦。他讲了一句话，我就说：“垃圾节目。”他说啊，你对这个节目非常的，我说我对里面的人非常非常感冒。他说对啊，我觉得那个大 S 死了好可惜哦。我马上就变脸了，可惜吗？小姐可惜吗？我就边吃酸辣粉，他也边吃酸辣粉，就边吃边那个，他就很惊讶，眼睛越睁越大。我告诉他们所有的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们最后还是不知道我是谁。他说：“那你最后呢？”我就说：“我最后赔60万。”他说：“啊，这我要查他你是谁啊？你就是那个葛思琪。不知道，也许昨天可能比较狼狈，他没认出来。但他看到的名字的时候，他知道我是谁。后来他就讲：“对啊，怎么可能年轻轻就这么走了，还去日本旅游？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谁这个时候还会出门去旅游呢？”
连一般人都会讲这样的话。如果你的病是这么严重的一个情况下，你前面有一个征兆的情况下，还有可能会带你去那边旅游吗？后来母女两个还会在镜头面前跳舞吗？这是不是很突发的状况？那我们以突发状况这个东西截取来讲的话，什么样的行为会导致突发状况，人因此而阵亡？大家继续说。我上个厕所，等我去吧。再继续聊。对。我不知道今天小葛会这么刚哦，我不知道，然后突然讲这些东西哦，然后包含其实小葛当时也问过我说，哎，建国你干嘛突然当时跳出来去说这些事情，包含这些东西啊？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其实当时我出来会跟大家讲，我当时出来其实就一个点而已，就是汪他是一个非常爱家的人。那基于什么立场点我会出来？我相信懂我的人应该大家都知道啊。那我们一直以来在做一些推动两边的事情啊。好，第二个，你说我去帮那姐妹去定性啊，我刘建国我不是什么人啊，我真的不是什么人，我只能说定性这件事情，自然有人会定性。不是我刘建国定性的，而定性这个东西，也不是我一个人说定性的，好吗？对，哇，大家都没走大家所以你们不用那么激动。很喜欢这个题目哦，大家都还是不走哦。上个厕所没人离开。你这样子穿那么帅，我是不是也要拉一下？你不是穿帅。那天贵贵说，不是你跟小葛在，跟小葛他说你跟小葛在一起，小葛帅。贵贵也可以好好把握，对啊，让开心一下。因为我讲白一点，就突然天冷了哦，你也感觉天冷，对不对？会不会那个人过来？你看我们衣服刚好是那个互换的，你看。对，我们两个对。天冷了，因为我现在互换的。你知道为什么开空调吗？我刚洗衣服。对，我刚洗衣服。对啊，所以就是，哎，我不知道我此时此刻比刚刚1点30分开播的时候心里舒坦很多，就是很谢谢你让我提醒了我这件事情，后来让我有机会说出来，要不然我说真的，我不觉得被人家白骂，不觉得被人家侮辱，但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有一件事情大家真的都不知道，但大家知道了有没有必要知道，或者说知道了这件事情会不会因为知道而伤及了谁，伤及了一些无辜？对我而言，无辜被伤害到是我不愿意的，但如果你这个人本来就可恶的话，伤害你是刚刚好而已，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你欺骗了大众。所以你们对啊，你们讲到了为什么那么惭愧？你们去看。小葛，我其实我跟贵贵都想问一个问题。我刚有点卡，不好意思。对，是我跟贵贵都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到底有没有已经想把真相直接放出来？我有，我绝对有，但是时间还没到。我特能熬，我真的特能熬，时间还没到。好，今天只是第1年的忌日，我们网络有好几年的忌日要陪着他，每年2月2号。对啊，都是我要停下我的脚步，放下我的相机，打开直播，跟大家在快手见面。好，因为小孩也会长大嘛。小孩也会长大，我会让小孩长大之后知道真相，甚至小孩的事情我都还没说出来，因为小孩没有满，小孩等到满岁了，18岁了，
我就会告诉大家过程小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后来小孩当时说过了什么样的话，为什么小孩说这样的话，甚至好，我就跟大家讲，没关系，我不怕。小孩的家教是我很好的朋友，世界就是这么小。大 S 2个小孩子的家教是我很好的朋友，我那个朋友是直接到大 S 家里面看过具俊晔，看过大 S 陪2位小孩读书的，所以你们知道吗？很多的事情是瞒不过我的眼睛跟我的耳朵，因为这些朋友非常的信任我，他们会告诉我。我今天让他们曝光了，是因为那个老师已经不在他们家教书了，明白了吗？所以我能告诉大家这件事情，但是我还有我跟你讲，事情没告诉大家，跟大家我再跟你们讲一件事，其实小葛就是他的朋友真的很多，就连那个妹妹的那个女生的老师也是小葛很好的朋友，也是小葛很好的朋友。而且妹妹的女儿的老师，我那个好朋友是我1个礼拜要见超过20次的，1个礼拜超过20次，你们就可想而知。他女儿所有事情我大概都知道。所以啊，只是我不会用公报私仇，或是说把这个东西加害在别的小孩身上，或者自己的小孩身上，或是讲白的，我连徐亚军我都放过，你还想我怎么样？但我不太懂你为什么要放过徐亚军，我其实不太懂。因为徐亚军很有礼貌，他跟我讲话非常有礼貌，而且他接起我电话的时候，他有告诉我一句话说：“如果你有图片，我就认。”他没有其他话了，他就是我家里的事情，你们大概都知悉了，只是没有看过真相。我家里的事情，我跟小孩子我们谈妥了，我们2个就是怎么样。那你是一个记者，你看到了，你拍到了，或者你收到图片了，你有我就认，你没有，你来问我，我不会告诉你。那我就有图啊，那我也跟他讲啦，我就跟徐亚军讲说，我不会加我天数，我就照事实的报道，你可以放心。虽然这件事情是人家丢给我，必须要处理，这是我工作。你知道他给我什么吗？好几个，所以我就很明白，就是他知道我的工作，他知道我不是针对他，他知道的，他知道的。那我真的也不是针对他们那一家，那一直到我赔了60万，我摆明告诉你，我就是针对你们这一家。听好了，大小 S， 哪怕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一个在地下，天上免了，我觉得上不了天的，真的上不了。你做这样的事情上不了的，真的。所以我就说啦，很多事情真的时机一到了，你们绝对会知道，你们绝对都会。我想跟你们大家后面玩进来的，可能没看到小葛，我刚刚可能网络也有断到不好哦。就是我其实很支持小葛出来，我就希望他可以抒发，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你知道他今天晚上有一度眼眶是有点红，你知道那种委屈，我跟你讲，那不是常人能扛的。你们以为呢？你们真的以为啊？你们很爽啊？因为他有钱挣啊，1毛钱都没有啊，自己还倒扛进去啊，还要为了那么多人情世故去扛责任。你们在看热闹、看笑话，或者是看八卦，你们看得很爽啊。那你们想过他后面呢？他接下来他要面对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跟你讲，我到后面我们俩不是不打不相识的啊，是没错。我一开始对他有误解，然后到后面我们每次人家跟我就说你跟刘建国不是那个你们2个怎么会合体嘛？我说啊，他就骂我骂到来台湾跟我见面啊。我以为刘建国在台湾见我的时候会当场骂我，结果没有。我们那天没想到我们第一次见面谈了大概有5-6个小时。有5-6个小时，我们从餐厅内谈到餐厅外，谈到路上，一直聊到隔一天又马上见面，又继续聊。我们才发现原来就是他对我
他对我有误解，但是他的误解也是常人所为啦，因为他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那他更不知道说就是为什么记者要干成这个样子。你记者不是也是工作收钱在办事情，你为什么要干成这样子？我在跟他讲说，因为我并不是那一种就是拍记者会拍完以后我就走了，后来写大家喜欢听就赚到流量，还跟公司申请一个就是我有最高流量我要申请奖金，不是，我不是做这种事情的记者，这种记者轮不到我做。我文笔没有他们好，我轮不到我做写这种剧本的东西，轮不到我做。我特别不喜欢写剧本，但是我看过很多剧本。对啊，他也吃了很多亏，他也做了很多赔本生意。唉，我就是人生唯一对于在人赔过一次就是60万，没有赔过，其他没有赔过。有啦，你在北京没有吗？你出了那么多，付出了那么多，北京，你不觉得你北京我没有对啊？我没有这样过啊，从来没有啊，都这样子的都是我下面那6个人，我没有。可是你应得的东西，其实你也没有拿全嘛。哦，没拿，不是拿钱，就是没有拿，就讲白一点。对啊，对啊，我只能说他就是雷锋，我也没有要夸他什么了。对，我看一下这边弹幕，他们还说，他们想问一下，就是你怎么看具俊晔这件事？这个，就是因为他们现在，我跟你讲，因为你平常没有什么人在现在小葛现在不太在直播，但是他们的问题我也可以帮你们整理一下。就是他们一直在问具俊晔，就是说，我就讲他到底怎么样啊？他到底，我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具俊晔能做的也就这个，这样讲话够明白了吗？具俊晔能做的也就这个。张兰讲的这件事情，具俊晔听不懂中文，到现在还是听不懂中文。黄子佼讲的这件事情，点名了具俊晔，具俊晔完全不敢回答，避而不答，只让大小 S 出了一个律师书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对吧？第三个，具俊晔到韩国现在也没有所谓的流量，他是一个过气的老艺人了，所以他只能待在哪里？台湾发展。台湾最大的连锁超商还是他代言的。这个代言的要是没有大 S， 不会有具俊晔。你们去想个问题嘛？这个超商都已经快30年、30-40年的历史了，从以前到现在就没有出现过具俊晔，偏偏就是他们两个合体之后，具俊晔就发生了，就出现了。所以你明白，鱼帮水，水帮鱼。具俊晔要是没有 S 加，没有继续说我爱我老婆，我想我老婆，他现在还会有具俊晔这3个字吗？我讲白了，我觉得具俊晔你应该诚恳的跟黄子佼道歉吧，你当年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有没有我不知道。黄子佼就是直接指证莉莉的，直接讲了，开直播直接讲，具俊晔这个光头把我抱去厕所，让我吞了这些东西，我非常不想要，我非常不想要。那你想，具俊晔把他抱进去推在场，那谁一定会在场？小 S 一定在场，为什么？因为小 S 当时是黄子佼的的女朋友啊，那小 S 跟具俊晔又不熟，那谁会在场？大 S 会在场，那就很简单了嘛，就4个人2队嘛，做这种事情嘛，是吧？所以人家只剩莉莉在这边了，人事实地物讲得清清楚楚。对啊，那你还硬说要没有告一个记者，你有病啊！你有病啊！告了一个记者之后，家里没钱了啊，快点去跟他收这60万。你知道袁耿为什么不敢收？今天会继续留在台湾的、我跟大家讲，为什么他一开始不敢跟我收？因为当时有人去举报了大小 S 吸毒，不是我举报，我发誓绝对不是我，我不知道谁举报的。反正检察官最后做了这个东西，判决讲说大小 S 吸毒的事情不起诉，因为他们去验了他们。听好了，验的时候我记得是好像2021年的事情，2022年吧。对，你去想一个问题啊，同学们，好想个问题。我们在聊的是2000年以前的事情啊，我们在聊的是20年前的事情。你一个检察官去验现在的东西，
此时此刻2月2号，没有2月1号，我吃了酸辣粉，我明年的2月1号来验一下，我肚子里面有酸辣粉的成分，不觉得很可笑的吗？所以检察官就拿这个东西去做了这样的一个报告，跟大家讲说，没验到这个东西，但验出了什么东西？验出了史蒂诺斯。所以张兰有说谎吗？没有。汪小菲有说谎吗？没有。只是史蒂诺斯怎么吃的，不知道。但是依旧过去张兰所说的，就是这样一罐吞。为什么会这样吞？因为药吃多了会怎么样？会有抗药性，越吃就是越多。当没办法拿 A 药品来做一个身心舒缓的情况下，你就会拿一个 B 药。那做一个 B 药的情况下，一个人在台湾开药，顶多给你开1个礼拜至2个礼拜，2个礼拜，史蒂诺斯一次吃几颗？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吗？有没有评论区知道的？史蒂诺斯一次可以吃几颗？你知道吗？那种安眠药吃半颗都会有感觉的。谁写30颗啊？你有没有搞错？真的。所以大家去回想一下，张兰曾经说过，整罐吞，他是亲眼目睹的，所以他当时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直接就讲了，那个哪里要就这样吞，吸毒，他讲的没有错啊，未经医生合格开发的一个开的药物，就等于是在做吸毒的动作。为什么呢？大家知道连鞋子的东西吧？连鞋子的东西叫什么？叫做强力胶。这么廉价的东西，去哪里都买得到。你塑胶的东西如果粘不住了，加个强力胶；鞋底粘不住了，加个强力胶粘住了。强力胶如果变成另外一种模式的情况下，拿来从头部以上面去使用的情况下，它就叫吸毒了。所以这个东西有错吗？一点毛病都没有，一点毛病都没有。那我再跟大家提醒呢，就是这个东西如果在对8+1的话，你们有看过视频吧？同学们，讲到8+1，我跟他提醒一件事情，记得吗？当时汪小菲在指证这件事情的时候，还有汪子耀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两姐妹发了一个澄清书，我两姐妹心脏不好，不可以吸毒。你知道心脏不好是连酒都不能喝吗？大家去看一下他们过去的综艺，里面还有范晓萱，他们手上拿的什么？摇啊摇啊摇啊，常常有这样子的局。你告诉我说你心脏不好，所以你觉得见的什么时刻说了什么样的话吗？你真的无法辩了嘛？所以你只能讲说我两姐妹我们心脏不好。那奇怪了，大 S 你心脏不好，你怎么走的时候不是你心脏不好的原因，而是你说你跟大家多你得了流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不觉得很奇怪？就大家对你们这一家庭有点保持着问号，讲过的话泼出去的水都会忘记，别人拿来考究查证的时候就避而不答，用其他的方式去掩盖，去拿铲子扫啊把那土盖下去。你到底在买兵马俑啊？兵马俑都会被挖出来的，你认为你们两姐妹事情不会被挖出来吗？多少人知道啊？对啊，最强而有力的证人黄子佼还在世呢。我讲错，我一点都没有讲错啊。对啊，人家西安到现在考古学家都每天都还在挖呀。你觉得你藏得住吗？对啊，你藏得住吗？你做过的这些永远都是历史啊，只是这个历史要让你的子女看到而已，搞不清楚状况。过去历史是历史学在写的，现在历史是谁在帮你保留的？
你别太小看这些东西了。等你走了，等你好，让你长命百岁，40年后，别人再去挖，哎，过去的康熙来的那个人是谁啊？啊，小 S，结果打出来就啪啪啪啪啪啪这些东西。前男友黄子佼，黄子佼批判他们两姐妹，最后搞出了什么花样？两姐妹逼控他们两个吸毒、嗑药。黄子佼讲的，我学聪明了。黄子佼讲的，学历史，明天互联网又一大堆了，我不会骗大家。对啊，那肯定啊。一年就一次，我帮你们把历史留下来，咱们够了。咱们一年就是咱们以后咱们一年咱俩我们就只一次了。2月2号以后有什么事情，麻烦把总编辑放下来，不管你婚丧喜庆，请在晚上11点半以前把事情放下来，手机架好充饱电，打开快手直播。我们来给大家回复这一年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跟过去的发生事件的那一年，现在比对事情起来，有什么像类似、接近，甚至事实上的东西，以及可以呈现出来、浮出水面告诉大家，是不是？我就讲了嘛，我今天所讲的，在当下2022年、2023年跟大家讲，你们都不会相信的啊，你们只会说啊，真的假的？真的啊，那个狗仔干嘛又在干嘛？啊，现在事实就摆在眼前，对啊，那你们说说嘛？啊，为什么要包机？人活的不包，人死了才包。为什么要在他地？哎，人死都是想回家。我真的，我最近遇到一些人阵亡的时候，都是讲说我想回家。我最近真的有朋友，真的年轻的，我不要在医院，我走要在我家，我想回家，真的都回家了。但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人要走的时候是在那边走的，而且还在那边火化的。有什么东西不敢让人家知道的？有什么事情不敢让人家知道？不敢让人看到？不敢让检方去做勘验的？有什么？湮灭证据大家都会啊。我告诉你，我最近要处理一个台湾的非常糟糕的人啊。收一下，话收一下，话多，兄弟，又话多了，又话多了，又话多了。行，就是这种情绪，我们不要保持太久，大家知情知道就好。如果刚刚上来的人不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我的快手有回放，可以大家按着直播的地方看一下第一条回放，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有回放，就是代表可以留，当就是很公开、公正的让大家知道。对啊，如果那一群人、那一方人，好，今天排站，那大家一直投那个头像在那边啊，排在那边，你们不爽的去告我，你们不爽的去告我，去告吧。你告的话，你看我这一次会不会像之前一样那样子？你要弄翻他，那我翻更大呀。大家有没有看过东兴乌鸦那一幕？有没有看到东兴乌鸦？翻桌那一刹那，对啊，这样就很难办了、哦，很难办，那就是不要办，对啊，那就不要办，对啊，弄翻了，大家来。好，有没有舒坦一点啊？有没有舒坦一点？心情有没有好一点？其实说真的，我能叫东兴乌鸦，表示我脑袋已经净空了，就那些东西净空了，已经扫掉了，对啊。我其实说真的，人真的非常人。我说真的，你说我可以压那么久，其实我也不想压。其实见过你都知道的，我常常见到你的时候，我就会讲这些东西给你听，就是因为我其实需要一个疏通管道。后来，但是我又在想一件事情，是我是不是要就是直接告诉大众？我其实一直在想的，但我一直在说，这东西真的讲出来对大众影响真的很大，真的很大。我们讲好嘛，每一年这个时候我们就聚一下，这样。那我可不可以先许个愿？好，你先答应我。我答应你。
我不求长久，因为长久的事情可能会变化太大了。我只求明年这个时间这个时刻2月2号，贵贵要陪着你一起直播，他要在场。好，他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要问我，没问题。我跟你讲，我不敢说后年大后年，但是我跟你讲，我只要求明年，因为人生百态嘛，事件变得非常大嘛，谁知道大 S 去个日本人就不见了，对不对？谁知道今年2月2号我们那么开心的聊这个直播，后来我心理上放下这么东西，明年的2月2号，贵贵还在不在？哎，你有没有想过明年贵贵可能在你那一格里面啊？哎，对，其实建国，其实你都听得懂在说什么，你也了解这一切。那有时候其实学习放手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学习放手，也不要勉强。尤其是这一次我们去西安，我们都是扮了锦衣卫的样子。我相信贵贵看到我扮锦衣卫样子，肯定对我过去的印象又改变了。但对你真实的印象里面，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需要再多做思考的一些行为。少跟你废话，回宝岛见。但你答应我了啊？对啊，好，对，贵贵了，我们每年2月。贵贵所问的问题，我绝对每一个答案我都不会避嫌，我就直接回答，直球对决。只要他明天贵贵的那个讯息会爆掉。哎，你问，这是贵贵。行，早点休息。我明天中午的飞机，差不多了。对，我还得把那些，明天中午还没干呢，麻烦。你几号回去啊？你几号回去？9号前。9号是吧？对，那差不多了，差不多。谢谢丽姐。那个你要谢谢丽姐啊，对，我要谢谢丽姐。你有丽姐，我们2个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对。不有这个机会，谢谢丽姐。其实丽姐那时候坚持的话，我曾经拒绝过丽姐，我真的拒绝过丽姐。我说刘建国要找我说，不用了吧，没必要。他骂人家还找我找个屁啊！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丽姐还是坚持要让你这样跟我2个碰面。我跟你讲，某位宝岛的那个对，某个宝岛的党的一个也是大佬级别的，他说你要不要跟小葛认识一下？我也说不要，干嘛认识？我们又不同道。真的谢谢丽姐，丽姐是一个很好的律师。我跟丽姐吃过饭，后来丽姐其实看了很多的事情，她也很明白这些东西。其实丽姐非常有智慧，她懂心理，她懂人的心理，还有也懂得一些就是犯罪人他们的一些心态。所以丽姐在做出一些报道言论上面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保持他的专业，除了法律专业以外，他是完全把人性里面最不堪、大家所隐藏看不到的事情，他用另外一种方式，甚至加以法律上的注解告诉大家。所以我也很谢谢丽姐，让我了解大陆很多一些法律上的一些可能跟两岸上面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啊，谢谢她。所以我们谢谢丽姐，谢谢丽姐。好，我觉得谢谢丽姐，我觉得要休息了，真的要休息。我们今天再下去，你记得把那个你影片要记得传一下了。我可以直接那个我们拍完那影片传一下。我可不可以直接给你？我就不要其实我前天有剪，我把它变成是 MP4 档，但是你知道吗？我看得好累哦。因为我要去头去尾不好的画面，结果再把它合在一起再给你。但我又当然怕你说，因为你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给你原始档，你要必须先下载那个软体。你下载完没关系，给我原始档就好。对，你要知道哦，你要自己去滑那个荧幕，你要继续滑，你要哪一个画面，怕你要还在放大缩小，那个要熟悉一下啊。对，所以我就帮你处理这个事情，你知道吗？行吧，那你给我原始档也可以啊。我这个也可以啊。我今天晚上都在做，好累哦。你看你们都发文了，没关系。我对西安有多不好意思？没关系，你没差。
没事没事，吃人家住人家的，碗都还没发。哎，对了，推广一下直播间们，现在16000，哎，这么现实啊！大家知道我们要挂了，就走了4000人，没关系，这16000人，这个哎不是，对，16000人，这16000人，大家有空去西安走走，去看一下我们美丽的古代的首都，非常美。后来重点是考古学家现在目前还在经济的研究，还在不断更改这些历史，不断的研究这些出土。那我觉得是我们中国人必须要知道的历史，还有就是文化。那还有很多很美丽的资产就在那个地方，很多事情你听故事是绝对没有办法想象那边的地大物博。这种感觉就像我小时候念书，我常常跟曾建国讲，哎，你知道这个兵马俑，哇好，这个城墙，哇好，这个楼，都是我们过去在课本里面翻到的。但是这些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的妈呀，这摸起来是1000年历史，不是100年历史啊！因为我答应大家以后除了这次西安，我们以后多带小葛来到大陆去各地再去看看。建国骗我一件事情，我骗你什么？这种团不用喝的，不用喝的，小葛不用喝，这种团不需要喝，不用喝。你建国，你就跟他们讲，你被人家激一下，你就不是啊，你被激一下，你就建国，我们是一个 team， 你去想，人家在敬你的时候，我不喝，我今天不喝酒，我就不喝，我不喝，很帅哦，他不喝。后来结果呢？那小葛你喝一下，人家就把疯狂的，我就那白乐不要，我怕白乐味道，那不然我喝红的，就红的一道道满的就算了。结果人家来打圈的时候，你自己也不是招架不住吗？你自己我是看你喝成这样，我总不能那个不理你吧？想成这样子，如果你喝的话，我就不用喝成这个样子了。是不？你也可以说我不要，我不要。不是那个，主要是那个。人家姐都直接拿酒，人家都这样来了，后来倒2杯，就讲说，那你喝一口，我喝2杯。我说这样怎么行啊？不能占人家便宜，我就直接骂他，对不对？但那天他们也见识到了，人当记者不是只有一个嘴巴，不是只会拍照，不是只有这些脑袋，是嘴巴能吞下这些东西。我告诉你，我嘴巴能吞下的秘密，绝对比这些酒还要来得多。你们都不了解，对，你们都不了解。早点休息吧。行，早点休息了，回见了，拜啦，回头见。谢谢丽姐啊，谢谢丽姐，拜，大家拜拜，拜。怎么挂？我不会。退出连线。你要挂还不容易，我要帮你挂掉。好了，短短3分钟，现在28，短短2分钟，开放大家疑问，让丽姐说几句吗？怎么了？怎么又来了？你怎么又来了？你怎么了？怎么啊？你干嘛啦？刚刚是你邀请连线的，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又来？你干？是你邀请连线，我点 OK 的。你按的。那，走。我没有按啊。啊，好，那好，那你去配会不会？丽姐要上来吗？丽姐要上来，你讲个话，我点你的头像会比较快，因为我这边已经老花了。哦，这边这样 ，OK， 好，上来了。我啊，晚上也太晚了。丽姐，你也是夜猫族啊，1点半了呢。对，有点晚。对，今天就是前2天，他们已经早就在群里面早就在策划这一次的这个舆论攻势嘛。啊，你看到了吧？我没看到，什么事 ？M 字闲聊嘛。啊？我真不知道。M 字闲聊那个节目嘛，他们
拿来想要搞个噱头来进攻嘛。懂了，懂了，懂了。对，他们群里面策划了很久了，结果呢，被提前给破了嘛。因为那其实我这几天挺忙的，我没时间，本来我没时间，但是突然看到这个事情了，然后兰姐给我说了，我就立即组织把他的所有的取证啊，全都干了，然后提前就给他发了，然后平商那边也把那个律师函发了，兰姐单独委托我对他们采取法律行动。是，对，所以就把他们这个火力给泄了嘛。对，你想想他们这些人一天到晚都在干些什么嘛？我群里有上万张，你知道吧？我跟你说过的嘛。我知道。上万张，这个包括徐熙媛去世后，他的官方粉丝后援群被启用，然后一堆人在里头策划，天天控评、操作热搜，然后去煽动各种网暴，各种去评论啊，各种去攻击这种事情，我们取了上万张证据。我知道啊。其实我说真的，我接触两派的粉丝很多，后来从一开始的大 S 粉丝支持我，到后面汪小菲、张兰粉丝支持我。其实我扪心自问，我必须发誓讲实话，我没有收各方的好处，我讲一个实话。对，我后来是知道的。大 S 的粉丝，自从你被告，我就十分确定。大 S 的粉丝真的很糟糕，糟糕到一个拿我的名誉去外面骗钱，这种太夸张了，这种事都就没道德的事情做得出来，真的。对，我们这边呢，就是我也因为这个时间久了，经验也比较丰富了，我们随时也就跟自己的粉丝说，不要去别人评论区谩骂呀，不要，大家都要有起码的素质，是吧？我们没有那种，你看他们的评论区都是多脏的话，哎呀，他们到我们的评论区都多脏，素质是很差的啊。对，就是捏造一些事实，断章取义一些东西，对，前后掐头去尾的造谣。其实我说真的，我目前看到 S 粉那边东西真的比较多。我跟你讲，我不是因为赔不赔60万去讲这个话，真的就是事实在这样子。要不然不会有什么梁思被抓啊，什么夏雨科被抓这些东西，不会有这种东西。我讲白点，这些人以前都亲自跟我私下做联系的，那这些人都要我放料。你知道他们好，丽姐你可能不知道，你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要去讲这些东西吗？我其实我不想讲，他们讲说小葛，我知道你不想参与这些东西，但你要明白，你身为一个记者。如果这件东西的事实上面被这些水军给压过去，你不出来澄清的话，他们会以为真的认为他们是这样子的人。我说哦好，那我只能就是这样做，我只能就是把这事丢出来。我一丢出来，他们马上掐头去尾去做录屏，或者是指称说我去爆料这件事情。事实就是你根本就是需要我去把这个东西澄清，但你拿我当枪使，说我去爆料了对方怎么样的事情，说对方爆料不实，这群人很可恶的，很可恶的。就是他们的恶意是十分明显的，就是评论区里面买书跟我说要求，因为要签名，所以请我寄到北京后签名给他们，结果去文化旅游局举报，结果人家没事，抱歉，没事。对，我们这群人真的就是吃相多难看，他们就是犯错的成本太低，他们犯了错没受惩罚。大 S 的粉丝骗大 S 的粉丝，对，那个什么实施的，他们互相狗咬狗，我跟你讲，哎呦，非常的热闹，这段时间就这几年以来特别热闹，然后这一波跟这一波争功劳，然后争流量，然后打起来的这种情况太多了。所以你们明白吗？很多话我没有跟你们讲，是因为这些人对我来说是小咖，我也不想跟你们一般人的事情。是的。但是丽姐来以后，丽姐讲的这个项目，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是过去其实早在他们两个刚离婚的时候，在舆论上面苗头最火热的时候，大 S 的粉丝就在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对，一直在做。我不知道为什么大 S 的粉丝做这件事情。后来我丽姐你可能比较晚上来，我今天已经跟大家讲说。我手上的料是大 S 给我的，我就跟大家讲，我本来想说这个秘密我要放在土里面去，就随着埋进去，但是汪小菲也很想知道，但我从来没有告诉汪小菲真相。但今天我看到了这一群人的合照，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吧？
知道的啊，当然知道了，所以我们提前就警惕了。因我就看到那个大合照，个个都是出问题的人，个个一个骗变成2个骗，2个骗以后变成是一群人跟着骗。你们到底要骗社会上多少这样的事情，这么如此的可恶？对，有必要吗？你要去悼念，你就好好的去悼念。发了什么？发了一群记者就算了，最后人家来跟我 argue， 人家跟我抱怨说他们连时尚都发，时尚圈人家时尚杂志在拍这种。这个我看到了，我那时候已经来了。对啊，人家发这种东西的，你叫人家去拍。对呀，所以说是谁在吃人血馒头呢？说实在的，我真的有的时候看着这个表演啊，十分的，你说2个孩子都没有到现场，没有办法啊，对吧？安葬那一天没有被邀请，对不对？然后反过来去指责，所以很多人就讲说张兰都在撒谎，张兰什么说什么话都没有谱，实际上他只是说他都知道，但他又没办法，有很多事情他没办法站出来，因为他还有个儿子，对吧？对啊，而且又想想兰姐跟小飞哥的关系，哎呀，这家人我也觉得，我知情，但是我就不再多说了，因为呢他们家的事情，我就不再多说了。对，行，丽姐，我明天的飞机我必须要早点休息吧。哎，好的，晚安。晚安，谢谢丽姐，拜拜，谢谢丽姐，今天是今天的榜一大姐，对啊。好了，大家晚安，谢谢大家17000人，就是你们今天的，不管你们今天是听八卦还是，但是我觉得我今天把我多年的事情告诉大家了，后来我一直不想跟大家讲的，我也讲了，汪小菲一直想知道答案的，我也告诉他了，但是就是我没对不起大 S， 我没对不起小 S， 我没有对不起 S 家。我没有对不起娱乐圈，我没有对不起我的工作，最重要的，我没有对不起你们这群粉丝，这些东西都是我查证很久，埋在心里面，我很少知道答案，但我一直没跟你们讲。我今天真的有机会告诉你们了，真的。如果大 S 能好好活着，我也不希望他走。这是我心里话，真的，没有一件事情需要用一个命来换，但是他对我的这种方式，我这辈子我不知道怎么放下，对啊，更何况还有一个小 S 还在那边作妖，我真的很不想用这样的词语，但是真的，我觉得我干记得到现在没有对不起过任何人啊。真的没有对不起过任何人，对啊。后来有一些后面被我爆料的人，就拿这件事情在对付我说：“你看一个官司输的记者讲的话能信吗？干嘛的？”但他们都并不知道，说我只是没有把消息来源丢出来而已。我做我记者真正该做的一件事情是保护消息来源。那大 S 我没有不保护你，你在世的时候我一概都保护你，一直到你走了1年以后，我才告诉大家真相。我相信廖伟奇也知道，因为当时我跟廖伟奇最后一封简讯的时候，我说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你都知道，只是你选择掩盖。他没有再回复我任何，就是说我说错话，我并不是这样子，或者他说他不知情，没有，他没有这样的舆论，其实就已经很明白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已经很明白了。行，回放有的，你们刚刚没看到是可以看回放的，回放绝对有，在我直播里面回放。对，我已经很久没开直播了，你们都知道。从上一次西安，因为我们要推广文化旅游嘛，推广西安的这个文化，所以我跟大家拍了一下。穿的汉服，对，
那后面很久没有这么正式跟大家聊一个新闻事件、娱乐圈的事件，但我觉得时候到了，我就会告诉你们。我就说过了嘛，很多事情是我都知情我有东西，但是时候到了，我就会告诉你们。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丢出来，真的还没有丢出来，只是时候还没有到，也许还要等的好几年。为什么？最主要，我要等到小孩18岁过后，这就是我最后的底线，我最后的底线。你们有一天绝对看得到，你们可以继续喜欢那一家子，也不过就这几年了，好好把握吧。谢谢你们，还没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我真的好久没开播了，对啊，我今天在澳门竟然有这么多人在看，意外。好了，大家拜拜。谢谢大家。